今天来到的是延南洞，搭乘地铁2号线、京义中央线或是机场铁路线到弘大入口站就到了。我们从3号出口出来，先来看这次的行走路线，分成4个部分。除了延南洞主街以外，主要会走一些巷弄，里面有很多咖啡厅跟餐厅，还有一些文创小店等等。右手边会看到京义线的森林公园，也有人叫做延南洞中央公园。这边是京义线铁路地下化后，将地面的废弃铁道重新规划成可以休闲的绿地公园。周围这边也有很多的咖啡厅、餐厅，还有民宿等等，也有特色的小店跟拍贴机店。延南洞就在弘大商圈旁边，因为弘大的商圈的兴起跟扩张，周围的店家也都饱和了，所以渐渐的就有很多店家扩展到延南洞这边开店。也因为这样子，让原本只有住宅区的延南洞变得很热闹，然后也有别于弘大那边充满了一些商业化。延南洞这里更贴近韩国，也更道地，逛街的人也更多会是韩国当地的人，不像弘大那边很多观光客，也有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。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美食餐厅，而且这边不只有韩国料理，还有很多的意式、日式等等的餐厅，尤其是贩售意大利面类的或是餐酒馆类的特别多，所以这边也有不少的酒吧。从延南洞看到的很多餐酒馆跟酒吧，可以想象到晚上也是会非常热闹的一个商圈。以前就居住在延南洞的华侨也非常多，所以这里有很多像是中华料理跟中国菜的餐厅。这间是延南米粉，从店外到店内都有缤纷的彩绘壁画，主要贩售的是越南河粉的那种面条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小菜可以配着吃，我觉得价格很合理，分量也都蛮大的。这间金属猴子酒吧有贩售鱼板汤，还有各式的小吃，配上酒的话都是大大的享受。这间咖啡厅有无彩色料理，餐盘上的食物都是采用黑色、白色、灰色来做搭配，我觉得这个餐厅是非常有特色的。这间无色森林是一间餐厅酒吧，餐桌底下呈现了像是森林一样的造景，可以在森林中享用低温烹调的美食。前面这条就是延南洞的主街啦。再转弯进来会看到一些咖啡厅跟家具店，喝酒的大排档跟一些餐厅也会都藏在这个巷子里面。然后店家之中就是混杂着一些住宅，所以这边逛起来其实蛮安静的。除了餐厅以外，咖啡厅也很多，如果你逛累了，可以随便找一家餐厅或咖啡厅休息，也是很不错。这边的商店不像弘大那边都是连锁的商店居多。没有想到的大品牌美妆跟服饰商店大多都是设计师品牌的文创小店，或是个人的自己手工创作啦、手工制品等等，也有很多塔罗牌算命的店家。服饰的话也有很多平价好逛的小店，价格不高，款式风格也很大众。另外也有专门贩售古着的商店，这边也会有机会用便宜的价格挖到宝哦。这边有很多蜿蜒曲折的巷弄，也有不少的店家都开在这边，需要花时间慢慢的去逛。走在巷弄里啊，会看到延南洞的建筑跟汉南洞是一样的，很多都使用了红砖墙来建造，整个很复古的感觉。这间巷子漫画价格实惠，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前往，可以画很有风格特色的画像，然后也被很多韩星推荐过，所以也是韩国小有名气的速写商店。这间在韩国首尔就有很多分店。这间是 Little Papa Pho， 是越南美食，然后贩售了各式各样的越南料理，评价在韩国当地是真的蛮不错的。
接下来来到延南洞的主街，右手边有一间日式餐厅，它卖的就像是饺子跟馄饨等等的料理。这边对面也是一样，有很多餐厅跟商店。右手边那个卖的是饼干，是那种美式的软饼干，还有包馅料，吃起来就会很有饱足感。这边的店家我觉得不算太密集，各种的服饰店啊、餐厅、小店都开在一起。韩国烤肉也是来这边必吃的食物之一。然后这间烤肉店很大间，可以吃到韩国最招牌的烤五花肉。右边这条巷子也是有很多店家可以去逛逛。左手边的张记专卖是韩式煎饼跟其他一些韩式料理。继续往前，这边以一些餐厅跟照相馆居多。虽然街道上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人，但店里面也是坐了满满的客人。餐厅的话，我觉得都是贩售意大利面的店是最多的，都像是算餐酒馆类型。前面这间 Q 版漫画速写是连锁店，可以买到独一无二的画像，也可以当做一个出来玩的纪念。前面这间女装服饰店它很便宜，价格从8000韩币到25000韩币都有，然后也有贩售一些饰品。左手边的意大利餐厅也有贩售披萨跟 pasta 等等。左转这边进来，前面左手边是一间美国餐厅，右手边这个是贩售甜点的咖啡厅，然后再往前一点就是一间日式餐厅。我觉得这边的巷弄都不宽，每一间店都有它的特色。就算没有要购买什么东西，其实逛起来也是很舒服。然后在随便一个角落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。这一间 Don't Look Up 拍贴机店是主打俯拍镜头拍摄，跟一般的拍贴机就有点不太一样。它的镜头是架设在高处，需要往上看，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拍照方式。左手边的 Dirty Pink 是咖啡小酒馆，它店里面的装潢大多都是粉色，所以顾客也都是女生居多。右边的蜜味是韩国很有名的好吃羊肉串，它有吃到饱的选择，然后里面除了有羊肉串之外，也有像是牛肉串啊、鸡皮、七里香等等，就是在炭烤店会出现的品项，也都蛮好吃的，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吃吃看。这边沿路一直走下来，都会看到不少店家，但相较于巷弄内就没有那么多了。所以如果你时间不太多，主要还是建议以逛巷子里面的为主，可以逛到比较多东西，然后地点跟地点之间也比较近，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跟体力。这边走下去会走到刚才一开始的金义县森林公园。接下来是从2号出口出来，走到公园的路线。前
前面这边右转之后，一直直走，会走到中间的公园。这边的店家就会比较少，但也是有一些餐厅，就是从墨西哥料理到意大利餐厅也都找得到。前面左转来到公园旁边的商店，这边的人潮就比较多了，也聚集了很多商店。沿南洞的话，就是在弘大的隔壁，安排到弘大商圈走走之余，也不妨可以到沿南洞这边逛一逛，更能体会到韩国在地的民俗风情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